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史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这期节目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我之前一直也想跟大家深入去谈的，也算是对上期节目做一点补充啊。就是我看到下面很多的留言评论，有一种观众他们的思想是非常特别的，而且很有代表性，就是他们既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对中国大陆的统治，同时也反对台湾独立啊。那这样的人呢，我可以理解为他们支持中华民国一统中国，那就是一种很明显的大一统思想。那么这种大一统思想呢，我觉得应该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当你反对共产党的时候，你反对的不是这个党，而是你反对的是这个党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根本上来讲，你是在支持人民的自主自由的权利，这是你反共的最根本的原因，对不对？那如果你支持人民的自由权利的话，那你现在却反对台湾独立，那么这里边就有问题了。万一我说的是万一，那么台湾独立是台湾人民的意愿，那请问你是不是也要剥夺他们的自主权利？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对吧？那等于就是说，你既反对共产党，但是又同意共产党去镇压所有的试图独立的人民，那你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对吧？所以说，有些人讲到说，那么我们反对台湾独立，反对的是不要把台湾改成台湾国，而保持中华民国的国号。OK， 那你这个反对就毫无意义的，因为国号是什么？这只不过是一个就是帽子。他戴什么帽子？他根本上还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上还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这个主权还是主权在民的。所以说你戴什么帽子并不重要，你叫台湾国，叫佛摩萨，叫什么中华民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国，都只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但是这些人呢，就纠结于这个名字，对吧？那说明这是有一种历史情节在，你希望中华民国这个名字不要被扫入历史垃圾堆，还是要戴这个帽子，你喜欢这个旧帽子，你有这种感情的寄托，这是一种怎么说，活在一种心理舒适区，就是你感觉能够让你有点安慰啊。但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个戴什么帽子重要吗？但实际上台湾是独立状态，它还是独立的，只不过是戴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帽子而已。这个中华民国是不产生任何实际意义的，因为它统治不了全中国，甚至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版图当中还有外蒙古啊，现在的蒙古共和国呢。甚至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现实，甚至还违背了国际共识。因为国际共识我之前讲过很多次，联合国怎么来定义国家，对吧？蒙古就是一个国家，好不好？人家还是一个这个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也是在联合国当中的。你非要把人家并到你的这个版图当中，你这是什么意思，对吧？如果人家不愿意来呢，你是不是也要发动武力入侵呢？那你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呢，对吧？所以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也好，版图也好，宪法也好，这些都需要修改，都已经不符合常理了，甚至不符合事实。而这些争议在出现的时候，还是在20世纪，是过去那个年代，是过去那种思想。现在已经是全球化了，现在已经是尊重个体，尊重个人的独立意愿，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再继续的抱守残缺了。但是很多人对过去民国时期有怀念嘛，因为民国时期呢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瓦解了大清帝国，这是一个成就，而另外一个成就就是对付这个共产党啊，反共，当然最后反共失败了。所以大家觉得中华民国有它的历史功绩啊，今天台湾政府还应该顶着这个帽子，但是顶着这个帽子其实已经是有点名不副实了，它明明就已经是台湾了，不是中华民国了。这也是让很多的中国的一些五毛粉红找到了把柄，就是你承认你自是中华民国，那说明我们还在内战当中，那么我当然可以侵略你，因为这种侵略他认为这是一个内战的延续，所以这对于文宣战，对于认知战也是不利的。所以台湾就是台湾，它的本质就是台湾人民的选择。另外我还看到有人说，我们反独立不是像共产党那样反独立啊，共产党是反对台湾独立，我们也反对台湾独立，但是我们的双方的这个标准不一样。但问题是，当你反台独的时候，你跟中共的说法就保持一致了，你没有机会去解释我反台独跟你们反台独不一样啊。共产党现在就拿着反台独的旗号去威胁台湾，
然后你也跟着反台独，那你等于是落入了共产党的这种宣传陷阱。同样的，新疆、西藏、香港这些地方，他们都是打着反独立的旗号，反港独、反藏独、反疆独，然后去镇压的。然后你说我也反，那你是不是得支持镇压呢？你没有必要去所谓反对台独、反对疆独、反对藏独，没有必要说这些话。你只要说了，你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站到了共产党那边，因为共产党所谓反独立是反的那个独立的实质，而你反对所谓独立，你反对的是什么？台湾去掉中华民国的帽子啊，这样的做法。这个做法，第一，现在根本不可能。OK， 在共产党的这个武力威胁没有消除的时候，台湾不可能这么冒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算他不冒进，他还顶着中华民国的帽子，现在台湾也是独立的。所以你反了半天，反了个寂寞，不知不觉就等于帮共产党在台湾搞认知战。所以前不久，台湾政府也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啊，中国大陆人民不属于中华民国的国民，确实不属于啊。你都身份证也没有，你选票也没有，对吧？当然不属于，因为这个中华民国实际上已经不是中华民国了，已经是台湾了。没有办法，如果大家怀念那个中华民国，可以在中共瓦解之后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倒台之后，你再成立中华民国去，对吧？不管你出现什么党啊，这个党那个党，你再去竞争，再出现一个中华民国，对吧？然后那个时候你再想说，是不是跟台湾合并啊，成立一个邦联或者联邦？那个时候也要看台湾人的意愿，愿不愿意加入你，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先明白它的顺序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想实现一个中华民国的大一统，这是一种选项，但是它有很多的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第一，你要尊重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意愿，因为你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你怎么能够不尊重人民的意愿呢？对吧？你不能用强制力手段，你不同意我就打你，跟今天中国是一样的了。所以说，你要有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的大版图的话，那前提条件就是你要尊重各地的意愿。他愿意加入，他愿意自治，他愿意独立。如果你这个前提条件你都不愿意答应的话，那最好不要成立这个什么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因为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悖论了。你要自由民主，那就很有可能要尊重这些地区、这些民族的独立的意愿或者自治的意愿。所以现在很多人表面上是反共的，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共产党那一套，还是一种帝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思想。他们只是反对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而已，但是他们仍然从小被共产党这种甚至包括过去的这个专制时代的国民党去洗脑教育，最后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共产党而已。那么可能有人就问了，那美国呢？美国这个为什么就一定要实现这个整个国家的统一，对吧？有些地区要分裂，还要打仗。这个问题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跟中国的这个土壤、跟中国的历史背景都有非常大的差别。就是你要看到美国的国家是怎么建立的，是各州人民同意建立的，我愿意加入，他有一个意愿的前提条件。后来他又不愿意了，那么违背了宪法，那就发生了内战。但是请问在历史上，你非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过去也有过，但是那个时候是台湾人有这样的意愿，经过投票选择了加入这个国家吗？并没有吧。这是中国跟美国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说美国打内战，这是维护宪法的至高无上，是维护总统作为一个民选总统。林肯总统被选举出来，投票的人当中也有南方的人啊。但是今天你非要说台湾必须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因为过去是中国的一部分。请问即使在过去，台湾人也没有投票选择加入过这个地方也是强行的，经过战争你是强行的吞并。其实中原政权不仅对台湾是这样，对其他的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子的，都是通过战争得来的，对吧？1951年入藏，甚至之前这个乾隆出征准噶尔，这些全部都是战争，全部都是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理由说你曾经是我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必须还是我的一部分。 OK，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你等于是在认可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那你别跟我讲说你还反对共产党。现在的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帝国形态，所以我们才会去反对它，对吧？因为它不尊重人民的意愿，不尊重人民的权利。在新疆、西藏香港甚至内蒙
很多地方都在试图去把这些民族的独特性给抹去，实现民族同化。就像当年日本入侵中原地区，也进行了同化。我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儿，他们当时在日据时期，他们必须学日语，甚至在课堂上不准学生之间用汉语交流，必须都用日语。这是我奶奶说的，他们经历过。请问今天中共对于这些所谓少数民族地区做的事情，难道不是一样的吗？好，我会在下一期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目前在 YouTube、在推特、在很多的这些海外的媒体上边，有一大堆的，特别是那些五毛自媒体，他们在不停的宣传中国的官方的言论和立场，试图带节奏、带风向，为中共政权在这些地方犯下的反人类政权涂脂抹粉。我到时候会做一期节目专门揭露他们。他们有的人是光明正大的，有的人是非常隐晦的，有的人给你拽一大堆的学术啊，给你讲很多道理，那实际上都是在替中共做解释。对真正发生了什么，如何侵犯人权的事情，他们只字不提。这些还是在海外的平台上边，没有言论封锁的平台上边，他们都是中共宣传的外围部分。他们普遍做节目都是用的外语来迷惑西方。我到时候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讲。那么这期节目呢，其实我是想针对我的某一部分观众，劝大家少一点幻想，少一点历史的这种羁绊和情节。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我们不要被20世纪的历史当中的那些已经不符合现实发展的思想和意识所束缚，不要总沉迷在那个过去的一个被美化过的历史当中。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研究过去的历史，应该带有一种对历史的尊重，过去发生过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应该有平常心，而不是总是觉得我们应该回到过去。因为现在有一个现实的威胁，就是中共政权不仅对中国人民进行高压统治，甚至也威胁着台湾、香港和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民主。但是新时代就应该有新时代的斗争方法，而不是从历史中寻找一个还不是方法了，寻找一个安慰啊，自欺欺人，沉浸在一个心理舒适区，不愿意正面现实，迎接未来。当然这个未来是充满挑战的，可能会破坏很多人的玻璃心和伤害很多人的情感，但是我们不要学中共，什么动不动就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伤害。我们也有个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所有的想法和措施都从这一点出发的话，那么就很多事情不用纠结了，也没有什么统独问题了。哪怕就我们讲到新疆啊、西藏所谓的自治区，请问他们真的自治了吗？他们如果真的有自治的话，还会有这样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所谓的恐怖袭击了吗？我相信要好得多得多，甚至绝大多数新疆、西藏人民也不愿意闹独立了。其实各地的独立都是被这个压迫政权和专制当权者逼出来的。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啊！我们时不时的跟大家可以闲聊几句，讲讲我对一些议题的看法。我也不想每期都是给大家分析最新的时政新闻，这样的话也轻松一点，而且能够调节一下。未来大家肯定也会看到我们这个频道有不同的风格的节目出现，包括最近我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新闻片的这种形式嘛，这都是想要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好的内容。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就是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